大家好，我是于姐。今天用养生壶来给大家分享一道非常好喝的莲子银耳汤，做法是十分的简单。提前把泡花的银耳给它放在水壶里，下班银耳汤自己就熬好了，香甜起焦，超好喝哦。喜欢的朋友先点赞收藏起来吧。首先在干净的盆子里面倒适量的温水，然后再加上一点点的小苏打，大约1克左右。加小苏打，第一个可以起到杀菌消毒的作用，第二个可以起到一个软化的作用。我们今天熬银耳汤，主要食材就是白银耳，配料是红枸杞和莲子。我们买银耳的时候，千万不要买太白的，太白的是熏过的，那样吃了对身体没有好处。我们买莲子的时候，我们买的是带芯的莲子，虽说是熬出来的汤颜色不是太好看，但是吃了对身体特别的好。接下来我们把银耳给它泡一下，再把莲子也给它倒进去泡一下。这个枸杞现在不能倒啊，先放在一边备用。多加一点点的温水，没过白银耳。我们泡这个银耳，第一个不是开水，第二个不是凉水，我们用的是温水哈。然后盖住盖子，浸泡10分钟。趁着泡白银耳的时间，我们呢来开个箱。今天呢，我到了一个快递，就是这个牌子的一个养生壶。今天就用这个养生壶来做这个银耳汤。拆开包装一看，这个养生壶是特别的美观，特别的精致，这个功能也特别的齐全。甜品、药膳、煲汤、煲粥、烧水、煮茶、预约保温都是可以的。我们做多可以用这个大壶来做。我们假如要是做一个人吃，要是煲粥煲汤的话，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小炖盅。这个炖盅放在里面，炖出来的汤啊，特别的香，特别的实用。像秋天特别的干燥的时候，我们煲个银耳汤啊，我们煮个花茶呀、水果茶呀，我感觉是每个家庭都必备的。这个组装的也特别的精美，这盖子一掀就开了。这个呢，还有一个硅胶的密封圈儿，也密封的也特别的严实，特别的实用，值得拥有。接下来我们去给它清洗一下。好，我们这个炖盅呢和这个养生壶，我们全部都用开水给它消过毒了，洗干净之后先给它放在一边备用。我们的白银耳呢已经泡至10多分钟了，现在呢泡的又回又厚。我们首先先给它清洗一遍，因为我们这里面含的有碱水，必须呢要给它清洗2遍哈，把里面的碱给洗掉。再次给它放在清水中，给它清洗一遍。我们加小苏打呢，第一个起到消毒杀菌的作用，第二个起到一个软化的作用，第三个呢，就是我们在煮制的时候啊，这个白木耳啊容易起胶，特别的黏络那一种啊，主要是起的这个作用。洗干净之后沥水备用，莲子也给它洗干净，放在一起。接下来我们用一点点就可以了哈，剩下来的我们给它装在制衡袋里面。然后呢，给它放在冰箱里面冷冻，下次吃的时候直接给它拿出来就行了。我们呢，把这个给它剪掉，这个根部不要，把这随便给它剪2下，剪成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给它放在养生壶里面，再放几个莲子，加上适量的清水。我们加上1公升就可以了哈。我们先不要加糖，因为先加糖熬出来银耳汤就不白了。先盖住盖子，我们选择一个甜品键。接下来都交给时间了。哇，好快哦！2分钟的时间已经煮开了。等2个小时过来以后，我下边一看，我们这个呀，它自动都断电了。这个时候呢，看一下哈，出胶了啊，已经非常黏了，能看见吗？这个时候我们再加上60克的白糖，喜欢吃甜的可以多加一点，不喜欢吃甜的也可以少加一点。我们再次给它搅拌均匀，然后我们再按一次甜品键，再次给它煮开，煮至
糖融化以后，我们这个胶啊更加粘稠。趁到我们糖加进去以后，我们2次又启动了甜品键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把枸杞给它加点清水，把枸杞给它清洗一下。我们洗枸杞的时候一定要用凉水洗或者是温水洗，千万不要用热水或者开水，那样洗的话把里面的养分都洗没了。我们大约又熬了有10来多分钟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把枸杞给它放上面，我们再过5分钟就可以开吃了。因为枸杞啊不能过早放，过早放呢，它第一个它容易烂，第二个呢它容易染色，导致我们这个银耳汤啊就不白亮了。所以说呢，我们熬银耳汤啊，要想熬制又白又亮，看起来又有食欲的银耳汤，放糖的时间和放枸杞的时间是非常的关键。我们放糖呢，到您端下来您吃的时候前10分钟，这个枸杞呢到您吃的时候前5分钟，像这个时候放，熬出来银耳汤又白又亮。让大家看一下，我们这熬的银耳汤非常的黏糯，你看这个汤有多黏，起胶起的特别的棒，黏糊糊的。像我们这样熬出来的汤，稀稠均匀，甜度适中，好喝又营养。就用我们的养生壶，简单就能做出黏糯起胶的银耳汤，特别的白亮，看起来都好有食欲哦。有空你也试试吧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吧。我是于姐，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请不要忘记关注我哟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啦。